我们最近决定要跟一个房客上小额法庭，就是 small claim court。原因是因为他欠了租金，但是他欠了租金，大约$4000之后，其实他是搬走的，所以这个其实不是 eviction， 不是驱逐，而是在他搬走之后跟他要追缴的租金。嗨，我是 Lydia， 我是房东也是代管。在美国，我帮助数十名屋主租房子，曾服务超过900名长短租房客。当一个房东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利。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，学习如何让房子替你赚钱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亚利桑那州它的 small claim court 它的 process。在这里呢，这个是 azcourts.gov， 就是州政府的 small claim 的 courts 法庭的网站。他说呢，在这里我们的原告人他在想要开始做这个 claim 的时候，先要做一个 try to settle 试着和解的一个动作。那在接下来如果没有办法在法庭之外和解之后，才会到下一个步骤是 file a complaint。 然后在这里呢，需要 arrange for service， 就是说我们需要用邮寄的，要有对方新的住址，或者是我们要有人把这个法院通知寄到这个人的手上。那在这里有20天的时间，对方收到之后，他可以 file an answer， 他可以来做一个回应。然后如果对方他收到但是都没有回应的话，就等于是 entry of default。 default 的话就是对方他等于是间接承认这件事情的成立了。好，在这里如果是有的话，就会到 hearing， 就是见到法院程序。接下来呢，就会到 judgment， 就是法官判定这件事情是有成立还是没有成立。所以在这里呢，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判决书。但是呢，从有判决书到收到钱，就是请大家注意，在美国有判决书其实也不代表一定可以收到钱。所以你要判断说我们在这个收租的过程里面，我是否要得到这个判决书。而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议题。但我们在这里这个房客的 case 是我们认为我们有需要得到这份判决书了，所以我们要来走这个流程。好，那这个是亚利桑那 azcourts.gov 的网站。那你要注意的是，当你搜寻 small claim az online 的时候，你都会遇到很多不实资讯。比方说像之前有一些说Arizona small claim file in 10 minutes or less， 像这种的话其实它都是一些私人网站。甚至呢，像我发现网络上面很多资讯会不正确，像这个 AI 摘要说只能得到$3500的金额以下才能做 small court， 才能做小额法庭。但是呢，政府网站它就告诉你说这个金额是可以到$5000的。所以我在这里呢，建议大家不管是哪一个州的，如果你要走小额法庭这个路线的话，你都必须要找到 .gov 这一个网站才是你所在的州的网站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正确的资讯。那看完了如何走小额法庭流程的叙述之后，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找到合适的软体工具。如果你没有想要自己用邮寄的方式来做small claim 的一个 submit 的话，我们就是找一个网站来做 submission。 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在网络上面我自己做的一些研究之后，我所选择的网站跟使用方式给大家分享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找到的这个叫做 Petty Lawsuit， 号召是说它5分钟就可以来 file 一个 lawsuit， 我5分钟就可以提告了。然后呢，85的人会成功，然后0的开始费用。然后通常人用这个小额法庭要到的钱是$450。其实这个金额对我们来说有点低，因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事情是$4000的房租。但是不管如何凡事总是要做。那我现在呢就来选一个方案。他在这里呢，他说在这一个最普遍的方案来说是只要$29的 one time fee， 他就会来写出一个 letter，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 certified mail， 就是有戳记的邮件来证明 delivery。 然后在这里他的网站这个公司会帮我们寄出，然后有一个对方14天的 deadline， 还有
Court Ready PDF 就是有法院的各种文件来做我们的 record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有 Make it personal，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做 hand delivery， 所以呢，它还有好处哦。他说，如果你使用它这个网站的话，还会有什么好处？如果自己去找律师的话，1个小时经常是就是最后你会花大概400块钱美金以上，就这是真的。然后你要去跟律师约谈。那如果在他们的网站上呢，问一个问题，可能就是几十块钱美金，然后在5分钟之内解决。好，所以接下来这一步，他说我们告诉他 What happened， 这应该就是用自己打字的，然后他就会写一个 demand letter， 就是一个正式的法庭文件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就说他们的网站会做任何接下来该做的事情。然后还有这个看起来蛮 promising 的 record， 说他有帮人家追到别人欠的货物的款项3200块，然后呢有租约的押金1850块，然后还有 property damage 2100块钱。哇，这看起来真的非常棒，它可以有1283个 review，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小额法庭在美国其实是一个蛮常见的做法。